彦卓，你这暴君若是敢废了本王的摄政王之位，本王就与你心爱的女人共赴黄泉，玉石俱焚。义父，看来你还是不明白，反派死于话多。姑每日每夜都恨不得将你挫骨扬灰，又怎会放过你？陛下，从今往后，你为帝，我为后，这是我们的宿命。这是我们的宿命。跟我同名同姓的顾之，最终竟然被一剑穿心，葬身火海，真凄惨的。不过谁叫他作为男主的义父，这男主还是幼崽式变百般虐待，这样的反派就该毙得透透的。王爷已经将幼帝饿了1天1夜了，要不喂点奶？哪个幼帝啊？我顾之，落水后传承了救赎美强惨甜宠文的反派，就是那位权倾朝野的摄政王。在原著中，我将男主幼崽收为义子，借着幼帝号令群臣，独揽朝纲。明面上，我与他演绎着父慈子孝的戏码；背地里，我这恶毒后爹又是让他在风霜之中罚跪，又是叫他日日忍受打地鞭，将他养成了孤僻厌世的暴君。待到魏彦卓羽翼渐丰，他首要之务就是将我这恶名昭彰的义父除掉。而原著女主白莲儿则用一颗真心治愈了千疮百孔的暴君。但谁也没有告诉我，干！我这凶残可恨的反派居然是女扮男装，难怪我在书中虽然俊美无双，却终身不娶，膝下无子。难道我堂堂摄政王的一生就靠着束胸与增高垫维系尊严？主完了，趁男主幼崽还未长成将我挫骨扬灰的暴君，我应该抱紧他的大腿才对。幼帝怎么能住在冷宫？是您下旨的，还说不破不立，越破越好，私事陋室，唯无得心，才能让幼帝成为明君。饿了吧？滚！别碰我，我杀你狗头！好凶的暴君幼崽！魏彦卓，你既然恨本王，就给本王好好活着，活着才能杀了本王。你才6岁半，饿死了拿什么来报仇？吃，多吃点。顾之，上辈子顾明明已经杀过你一次，为何还阴魂不散？顾之，上辈子顾明明已经杀过你一次，为何还阴魂不散？是，顾就应该将你的亡魂封存于贴满符纸的棺材中，让你永世不得超生。总感觉这幼崽看我的眼神似乎想将我大卸8块。一定是冷宫太寒，人心太冷。传本王旨意，即刻起，幼帝迁出冷宫，返回养心殿。王爷，自您摄政之后，养心殿就成了您的寝宫，您这是要与小皇帝一起住吗？带我阿嬷就近更好。我怎么被电了？谁敢杀本王？警告，宿主不准做违背反派人设的事情。介绍一下，我乃恶毒反派系统小黑锅。因为中途断电了，这才来晚了。我宿主宿主，你在填宠文的宿命是走反派剧情，让魏彦卓的黑化值从0达到99，再让女主来救赎男主。你只有领取自己的 BE 结局，才能回到现代。如果再像今天这样对男主幼崽大发慈悲，就不是被惩罚电击这么简单了啊！不是吧？是让我做这种良心被狗吃了的大反派？顾竟然能听见他们的心声，系统宿主，来一个杀一个，来2个杀2个。顾既然重来一世，这辈子的命运本不会任人摆布。只要将他们通通杀了，顾就自由了。检测到男主幼崽当前黑化值99，宿主怎么躺赢了？顾是世人避之如蛇蝎的暴君，从今盛传孤狼子野性，手上沾满血
稍有不如意，就将人制成灯笼。可谁又曾知，孤双亲早逝，终日活在义父的阴影之下，生不如死，不仅落得满身寒气，还众叛亲离。好不容易孤苦心愁，终将他一箭穿心，了结多年夙愿。可孤却发现，孤的爱恨情仇，孤的反抗挣扎，不过是早已被注定的剧情。整个世界都是一本书，都是虚妄的。魏彦卓，你疯了！我可是女主，是你最爱的女人，应该宠我入命，应该付出灵魂，应该……不知人间事，应该下地狱问一问阎罗判官，孤凭什么不能杀你？在孤眼里，你们早都是死人了。到如今，是谁的情义无重视？要如何放下俗世的恩宠，为你付一切爱恨的孤叫魏彦卓，在这万丈雨你中们花不开，只有孤是活生生的人。要如何好在人间的纷扰，月华如莲，夜色如轻舟，恍然回首，别来情丝中的哦。天道未曾预料到孤的觉醒，于是他再次将孤推入这无尽的轮回，迫使孤重演了既定的剧本。可他不知，纵使孤如今又成了这6岁半的幼崽，孤却留有前世的记忆。孤望着这座似曾相识的宫阙牢笼，尝着那精心设计的苦楚，早已无悲无喜。只是这辈子，孤却发现有一个艺术，孤这名义上的义父似乎变了。燕仔仔，早上好呀！要一起用膳吗？警告：宿主注意维持反派又拽又毒的人设。还不快滚过来！要本王用鞭子请你！要不是能看见顾之身上的系统，还以为他是患了失心疯，时而欢颜，时而冷面。若顾之有取死之道，孤亲自送他上路。只是没想到，往昔那难以下咽的馊屎，如今竟换成了滋补的药膳。雪地中的罚跪也改为在祠堂祈福念经，而那跪坐的蒲团之下，竟藏着温热的暖玉。记忆中的酷刑，何时编的？变成了打屁股？你放肆！顾之，这死变态，不准打孤屁股！孤杀你狗头！打你屁股没大没小，燕仔仔叫义父。我顾之，意外穿成救赎美强惨甜宠文的恶毒反派，那位上朝调穿着束胸与增高垫的摄政王。系统要我百般刁难男主幼崽，我则想方设法的抓住剧情 bug 对他放水。毕竟我不是铁石心肠的坏女人，怎能对一个6岁半的幼崽下黑手呢？而系统眼看男主幼崽出生即巅峰，黑化值已经99，睁着眼闭着眼。小皇帝，刚才是试试手感，接下来才是动真格的。本王给你念奏折，你若是批错了，错一处，本王就打你屁股。在原著剧情中，我本该借机鞭打幼崽，眼下我换成用戒尺打屁。听好了，边疆有外敌窥伺，骠骑将军请求加强边防，加固城墙，增设哨所，严阵以待，外敌自退。再来，黄河泛滥，多地受灾，户部侍郎请求修缮水利，速遣工匠修缮堤坝，疏浚河道，以防水患。不愧是未来执掌江山的暴君，大佬就是大佬，幼崽时期也非同一般。系统，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刁难他了啊，奈何暴君幼崽太天才，我也没办法啊。他全对，你骄傲什么？宿主清醒点，他又不是你亲生的。上辈子还残忍无情，这辈子却心慈手软。顾之或许不是顾之了。系统，你是说今天的剧情任务是将男主幼崽推下水？上辈子顾之将孤推下冰湖，他居高临下的盯着孤，任由冰水无情的侵蚀着孤的骨髓。从此之后，孤惧怕幽潭深河，那是萦绕在孤梦魇中的绝境，亦是孤落下终身寒疾的根源。快放开我！顾之，你再敢将孤扔下水，我发誓，顾将来一定杀你狗头！去吧，皮卡丘！
要死，我也要拉着你陪葬！这水怎么是热的？哎呀，燕仔仔，这是温泉，扑棱什么呀？系统要我推他下水，那温泉不也是水吗？你脱什么衣服？你不就是想为父陪你一起泡温泉吗？好歹也6岁半了，你怎么这么粘人啊？哭才不是什么幼崽，里面住着的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。哼，泡温泉还穿着束胸，真是死变态！顾之的皮肤好白啊，好似一尊边际玉骨，难怪人人传他雌雄莫辨，俊美无双。可姑为何会跟着害臊？呀，燕仔仔，你的脸好红，你怎么还流鼻血啦？顾之，好晕啊！这是泡温泉泡晕了，这么身娇体弱。顾之，你身上怎么藏了香香的馒头？好软！不准乱蹭，开始说胡话了。哎呀，不行，传太医！宿主，你要做冷酷无情的恶毒反派，谁让你3番4次给男主放水了？之前你抓住剧情漏洞，本系统已经既往不咎，但韩吉可是奠定男主悲惨童年的基石，是他日后成为美强惨人设不可或缺的磨难。你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，是要遭剧情反噬的。从今往后，你这具身体就要带他受韩吉之苦了。系统，我不后悔，我本就不愿意成为不择手段的反派，那样多令自己讨厌啊！人嘛，总该有想要守护的珍宝。我选择保护幼崽，只为坚守心底的正义。到如今，是谁的情义无重视？有点良心，有点义父的样子，将来我给你养老送终未尝不可。顾之，你不是原来的顾之，这一世的顾之是顾运气好才遇上你。近来我总觉得从前对我恨之入骨的男主幼崽，看我的眼神有几分不对劲。怨不得本王生性多疑，而是本王早已习惯了他对我的仇视。如今他倒对本王恭敬有加，与本王和平共处，没有再吵着要杀本王狗头。心情好时还会对本王笑笑，莫非是假意臣服，忍辱负重？那个姨父，见你多加了2块酸菜鱼，所以就让御膳房做了这道菜。义父居然主动喊我义父了！吾家幼崽初长成啊！哎呦啊！肚子疼啊！血？怎么回事？我没有下毒啊！对，姨父，你哪里受伤了？竟然血染了裤子，快传太医！不必了，本王幼稚园了，居然来鬼水，还被燕仔仔看见了。那也太丢脸了。顾之眉目屹立，温声软语，肤若凝脂胜雪，腰似莲枝纤细。世人皆道其雌雄莫比，不近女色，但束胸、馒头、回水，这种种迹象皆表明，顾之她是个女人。为何窥破顾之是女儿身的真相后，顾会心生暗喜？哎呀，疼！可为了藏住这女儿身，这调养鬼水的药膳都不肯明着用啊！疼！姨父，这是红糖姜茶，姑觉得红糖姜茶很好喝，所以特来孝敬姨父。燕仔仔这么体贴呀，将来娶了小媳妇儿也肯定很会疼人。啊，这口姜茶暖心暖胃。不枉我这个反派多次违背系统命令，为你改变剧情轨迹啊！一定是幻
决了，男主跟反派怎么还相亲相爱起来了？后来我一如既往地走着剧情，却不断对魏彦卓放水，但在明面上看上去仍在百般刁难他，但他却逆来顺受，或者说他似乎不再讨厌我了。某种程度上，我差点以为我家燕仔仔是受虐狂。春去秋来，眨眼间10年过去，或许因为我本就不是这个书中世界的人，我容颜不改，依旧如初，引得世人惊疑揣测。而魏彦卓也终于从苦瓜幼崽长成了生杀予夺的君王，举手投足尽显大佬风范。穿到甜宠救赎文的第10年，在本王眼皮底下如履薄冰的男主幼崽终于长大成人。陛下，陛下，臣再也不敢了！吵得姑心烦，将他们的舌头拔了，姑要亲眼看着他们血尽。如今的魏彦卓不再是当年直到我腰间的小孩了，他身姿挺拔如松，眉眼阴鸷如墨，凭着铁血手腕搅动朝堂，暴君声名出现痕迹。世人称其为玉面阎罗，又传他羽翼丰满后便要与我这个奸臣不死不休。唯有我知晓，我与魏彦卓没有那么水火不容，纵使他此刻脸上沾染着滚烫的鲜血，他仍会给我烧来上温的糖糕，用沾着血腥气的指尖替我拂去肩头雨珠，眉眼弯弯，似怪似嗔。衣服怎么来这刑场了？当心脏了眼。今日的糖糕酥软，衣服尝尝还热着。好疯，好病娇。西东，男主是不是被我养坏了？宿主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这10年来，你明目张胆地给他魏彦卓放水，他清算残党、肃清朝堂的每一步都由你暗中铺路，甚至连罪证都悄悄放到他跟前去。你这般殷勤，是着急避役领盒饭啊！这破系统口中的着急避役领盒饭是为何意？这破系统口中的着急避役领盒饭是为何意？系统，我帮助燕仔仔既能推进剧情，又能早日回家，何乐不为？哼，就算你对男主费尽心思，但等到女主登场，你这个反派还不是要靠边站，被正道的光踹出局？这小暴君如今虽是个被奸臣牵着线的傀儡，但却生得面如冠玉，给本郡主暖榻，倒也不算辱没。自小本郡主就做着一个预知梦，梦中的主神坦言，我乃天生凤鸣，是这个世界的女主角。魏彦卓则是我的真命天子，我拯救他于水火之中，他与我千娇万宠，拜倒在本郡主裙下，永生永世只会爱我一个。陛下，臣夜观天象，紫微星旁现红鸾，此乃阴阳调和之吉兆啊！陛下已到适婚之龄，臣等叩请陛下下旨选秀，广纳妃嫔，为我们大圣开枝散叶，绵延福嗣。诸位大人别急着催婚，3日后本王会在宫中设宴，京中凡是未出阁的贵女，皆要赴宴献艺。届时陛下若是看上哪位佳人，当场便可赐簪缨，进位分，封作嫔妃。义父这般热衷替姑张罗婚事，就不打探打探姑喜欢什么样的女子？还能是什么样呢？只会是女主那样，3千弱水只取1瓢呗。你，哼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懒得与你说，是姑自作多情。系统，刚才我也没开口说话呀，燕仔仔干嘛凶我啊？孩子长大了，进入叛逆期了。今日可是贵女云集的盛宴，要给魏彦卓拾掇的帅气逼人，我养大的崽必须艳压群芳。魏彦卓，魏彦卓，你在泡澡呀？本王来的不巧。来得正巧。当年温泉共浴时，你说不知姑为何害羞，如今风水轮流转，不知你倒是脸红作甚。现在长大了，男瘦瘦不亲。魏彦卓这身材也太哇塞了，要不是我道心坚定，还真是难以把持住。姑知你今日的香真好闻，姑一直好奇你为何偏爱水粉香膏，还有这副容颜，当真不会老吗？幼时见你如此，10年过去了，你却还是这般。姑知你身上的秘密太多了，可你从未告诉过姑，让姑患得患失。姑知你身上的秘密太多了，可你从未告诉过姑，让姑患得患失。不逗你了，姑知，我只希望你记住，如今姑是个血气方刚的男人，不是什么小孩。知道了，
非要我父爱变质是吧？系统，我怀疑男主在勾引我。检验到宿主心跳加快，系统已死机，勿扰。哎，别动，本王来给你改头换面，保管让你今日做全场最靓的菜。这才对嘛，小脚君子温如玉，哪里还像才成年就心狠手辣的暴君崽子？孽缘呐，这狗血剧的男女主总能精准踩点相遇。是吗？可那些庸脂俗粉，又怎及义父红颜不老？世人皆传他们是水火不容的死对头，人下却这般亲密，这小暴君不会是个断袖吧？系统给的最蓝颜，待会儿要怎么下到男主的杯里去？在这本救赎甜宠文中，按照剧情，大反派顾之自知君王羽翼渐丰，唯恐大权落榜，所以就在男主的酒里下了醉蓝颜，企图促成他与他安排好的贵女生米煮成熟饭，再借清白逼婚，彻底掌控他。然而魏彦卓宁死不从，慌忙躲避，用匕首刺穿自己的掌心，保持清醒，阴差阳错的与女主相遇。为了将计就计打反派的脸，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扬言要对女主负责，让女主成了他的未婚妻。来，燕仔仔，本王敬你，愿你今日得遇良缘，永结同心。义父且看。什么也没有啊？怎会没有？只有偷食的狸奴被主家捉了现行。义父说，这算不算自食恶果？系统，为什么我感觉浑身着了火呀？完了，醉蓝颜变成醉红颜了，宿主，快清醒点啊！不知如今栽在孤的手上，可知何谓自食恶果？不知如今栽在孤的手上，可知何谓自食恶果？燕仔仔，你不是魏彦卓，他现在应该在找女主。这个逆子马上就会杀本王狗头，将本王这个义父踹出几百里地。你身上好冰啊，像块寒玉，却热得很。我要抱紧你。顾之，别乱动。你想不想让魏彦卓对你俯首称臣，此生不换？要怎么做啊？顾之，孤不会吃人之味，但是是你先算计孤的，以一吻相偿，不过分吧？玉之梦明明说魏彦卓此刻会现身，本郡主今早还特意用玫瑰花瓣泡了澡，在这冷风里苦等这么久，他到底死哪儿去了？哎呀，惊天大瓜，不得了了！我刚才在御花园瞧见陛下和摄政王亲上了。啊！全京城皆知，本王与西夏养了10年的暴君纠缠不清。满朝文武扼腕叹息，唯恐皇室断子绝孙。按照原著剧情，我这恶毒反派本该在春日宴给男主下醉蓝颜，促成他与女主相知相识，谁知这样偏偏下错了，还下到自己身上来，还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世人瞩目与魏彦卓举止暧昧，从此声名狼藉，成了世人眼中不可描述的断袖。干！一不小心抢了女主的戏份，剧情彻底跑偏。这烂摊子可怎么收场啊？不可能！
玉之梦说过，本郡主是天生凤命，魏彦卓这暴君注定是我的囊中之物，他怎敢喜欢别人？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。周天师，你且照着摄政王的生辰八字，算算他凭什么拆了本郡主的姻缘。此人10年容颜不老，竟是妖孽转世，且非男儿身，而是红妆女啊！他天生克制你的天生凤命，既是意识之魂，天外来客，亦是这世间最大的变数。不祥，大不祥啊！系统，当时燕仔在亲我的时候，你就没想着阻止一下？哎呀，我魅力实在是太大了。我也想阻止啊，但是我被男主一掌拍晕了。拍晕？我懂了，魏彦卓该不会一直以来都能看见系统，听见我的心声吧？剧情发展已经脱离本系统的控制，主神已经下令速速毕业。宿主，你千万别动心啊，你很快就能回家了。主神已经下令速速毕业，宿主，你千万别动心啊，你很快就能回家了。反派扑街对主角也好。回家，又是回家。固执，你果然来自另一个世界。可孤不能自私的困住你。这个世界是虚幻的，孤已经分不清真真假假，就由孤一人沉沦吧。身边做一声胡话，云烟万般都成空。红糖酥酪是燕仔送的，算算时间，我也快来癸水了。魏彦卓竟10年如一日，比我还记得我的生理期。看来他其实早就知道我是女儿神。若是回家了，我们还能再见面吗？原来我已经动心了，可我不得不回家，这里不属于我，我还有奶奶要照顾。后来，摄政王是妖孽转世的传闻闹得满城风雨，只因那德高望重的周天师扬言我是祸国奸佞，为保江山社稷，当除之而后快。文武百官也忽然都拿我容颜不老的事情做文章，弹劾我的奏折早已堆积成山。陛下，你不能跟一个妖孽纠缠不清，本郡主是天生凤命，你我白头相守才是天命所归啊！臣兵部侍郎，请陛下诛杀摄政王，迎娶凤命之女。尔等说摄政王奸佞要挟，可固执掌权之时，非但没有鱼肉百姓，反倒立下治世之功。如今仅凭所谓的天命，就要忘了固执辅佐孤10年的恩情。可孤偏不信命，奏折可以烧了，但人死不能复生。你们可想清楚了，有几个脑袋可以触碰孤的逆鳞？若非固执不喜欢孤大开杀戒，孤如今可不会让你们还有闲心在这磕头请命。再敢妄言，杀无赦！不好了，陛下，摄政王被逆贼掳上城墙，命悬一线。系统，待会儿我摔下城墙会痛吗？这可真是反派最凄惨的下线方式啊！宿主放心，这是剧情杀，会为您屏蔽痛觉，粉身碎骨，魂不怕。身体不痛，但心却在痛，是舍不得吗？放了固执，孤以天下为聘，你要什么，孤都可以拱手相让。陛下，固执是不老妖孽，你不能再被妖言惑众，俺们这就为你清君侧。固执，固执！巫山徘徊，只为能再望你沧海一夜。3、2、1，正在给宿主传送回现代。跳下城墙后，作为反派的我毕业了，回到了现代。芝芝啊，他们都说你没救了，奶奶才不信，这只是睡着了，在吓唬奶奶。奶奶，我回来了，你别怕，芝芝不会抛下你。我好像做了一场10年为期的梦，梦醒时分，系统消失了，
我所处的世界光阴不变，可我却无法忘怀另一个世界的过往。21世纪的古芝是一个与奶奶相依为命的苦瓜记者，终日为了给奶奶养老治病而奔波生计，在所有人的眼中平平无奇，不值得爱。而在另一个世界的固执，即使被系统推着走，也顺着本性改变主角的悲惨命运。本该憎我如仇的死对头，也挣脱了剧情束缚，仿佛两只想抗争命运的笼中鸟，在依偎取暖。后来我每天都会翻开那本书，想看看我死后的大结局，魏彦卓过得怎么样。可书却是一片空白，毫无痕迹，仿佛从未存在过。可我却频繁做着一个梦，梦中的魏彦卓终日郁郁寡欢，厌世至极。他身边的人总是机械地重复着同样的话语，如同冰冷的枷锁，将他禁锢在一个灰白的世界里。他似乎置身于一个一成不变的牢笼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在那一方狭小的天地中孤独地徘徊，找不到出口。不是说主角大结局以后都会很幸福吗？那魏彦卓为什么一点也不开心？不是说主角大结局以后都会很幸福吗？那魏彦卓为什么一点也不开心？芝芝，是不是又做噩梦了？给奶奶说说，奶奶的小乖有什么烦恼了？奶奶，你相信书中的纸片人是真的存在吗？小乖，奶奶相信世上有奇迹。当初无数医生都说你无药可救，让我准备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可10天后你却安然苏醒。或许你口中的纸片人也是另一个奇迹，凡事皆有可能呢。奶奶，我在梦中认识了一个人，他叫魏彦卓。世人都说他是暴君，可在我眼里，他不过是因伤痕累累才浑身带刺的小可怜。他可以在盛夏时给我做一碗葡萄冰消暑，也会在进贡时将所有的珍宝都捧到我面前，连国库钥匙都送给我。我与他的10年，说来很长，却很美好。最后的那一吻，我承认我心动了。或许于我而言，魏彦卓早已不是书中角色，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。但古今相隔，我们生在不同的时代，一旦分别，我便不知如何再寻到他，他也无法找到我，这辈子怕是再也见不到了。小乖，只要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将来若是重逢，你把他带到奶奶面前来，奶奶给你把关。会的。天空一声巨响，系统闪亮登场。好久不见，我的冤种宿主，你在现代过得咋样？系统，你快跟我说说，魏彦卓过得怎么样？哼，这么久没见，你一点也不像本系统，只会着急忙慌问那个小崽子。他所处的书中世界已经彻底崩坏，因为主角都死了。都死了？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他不是应该与女主修成正果，得到幸福吗？你死后，他仍然无法被女主白双双救赎，黑化值99毫无变动，甚至还给白双双一剑透心凉。天道，无论重来多少世，我听从我的心，我始终是魏彦卓，而不是任人操控的纸片人。你居然又将本神安排给你的女主杀了，更没想到本神竟无法抹除你的记忆。算了，本神将固执传送回这个世界，让她成为你的女主。本神给你写一个完美无缺的甜宠剧本。固执不需要，这个世界是虚假的，他的世界才是真实的。我早就知道他会离开，我不能因为一己私欲将他锁在身边。如果困住了他，他就会像前世的我那样痛苦不堪。
爱是成全，不是占有。哎呀，可失去固执，我也没了希望。我再也不想留在这个没有他的世界了。固执，我也有3月。我希望你忘掉我，我希望你遇到一个你爱的，他也爱你的人。我更希望你余生顺遂，平安喜乐。固执，如果人真的有轮回转世，下辈子我能不能来到你的世界？还没来得及告诉你，固执，你能不能听见我喜欢你？我听见了，魏彦卓，我全都听见了。系统，魏彦卓真的消失了吗？唉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节哀顺变啊！哈哈，固执，我骗你的，终于让你哭成个小花猫了。谁叫你做任务逮着剧情 bug 就放水？系统，魏彦卓到底怎么样了？别急，主神意识到他已经彻底觉醒，就算重来多少次，他都不会再做书中的纸片人，所以也破例批准他降临到现代，让他做一个真真正正有血有肉的人。后来，系统说，魏彦卓传送到现代的过程中出了点差错，如今已经过去了3个月，系统始终无法联系到他。干，世界这么大，万一他传送到哪个山旮旯，怎么大海捞针吗？哎，固执，没想到你闷声不响，去干大事啊！你什么时候认识了凤求凰的老总啊？啊，谁？就是近来新兴的国风珠宝品牌的创始人。听说这位老总来历神秘，是黄金单身汉、钻石王老五，一拍卖就是1000年老古董，却总是闭门不见客，性子孤僻的很，多少媒体拍马屁都拍不上。可现在却独独要求你独家采访，那这个日程就定在今天，你快去吧，要迟到了。听说他姓魏，叫魏彦卓。你好，魏总，我是顾之，请多指教。你好，顾记者，我是魏彦卓，请多指教。你出现有画面是错觉，它让我迷失在谎言。哎呀，我好像风摇曳，白昼竟被黑夜撕裂。所以阿燕，你的意思是你将大圣的珍宝带来，在现代发家致富了？果然男主就是男主啊，到了哪里都能靠自己闪闪发光，从执掌江山的君王摇身一变为身家过亿的霸总。现代装扮也很适合你，还是那么帅。不一样，这一次我只是你顾之一个人的男主，只属于你。在现代，钻石象征永恒的爱。魏彦卓，你嫁给我吧，我在心里发过誓，跟你重逢的第一面必须对你求婚，所以我一直随身带着钻戒。虽然这个钻戒很小，但这是我用自己积蓄买的，很有意义。光阴易逝，我们不能再错过，一定是要抓住当下，值得爱，勇敢爱。阿燕，你愿不愿意与我在一起，永不反悔？后来，我带阿燕见了奶奶，哼。他装乖卖萌，茶香四溢，一下子就成了奶奶的心头宝。可是这样多好呀，阿燕，从今往后你会有好多好多的爱，你再也不用害怕失去了。而我与阿燕的婚期则定在初次见面的日子，白天是现代婚礼，穿着洁白的婚纱，交换了永恒的钻戒；晚上是古代婚礼，穿着他亲手制作的凤冠霞帔，拜了天地，喝了和解。魏彦卓黑化值为0，看来魏彦卓终于得到救赎了。从前厌世孤僻的小暴君，爱上了所处的世界。不是爱上世界，而是这个世界有固执，有他想倾尽一生守护的存在。主神大人，理解这么深刻，今天要为绝美爱情落泪了。本神哪有心思关注这个？
还不是你为他们求情，要本身高抬贵手。喝完这喜酒，就要去别的世界了，别想着旷工。是，黑心老板就会压榨我，把我压榨跑了，谁陪你呀？下土地下的泪，梦要起舞把不停。